一个强制的体制，打天下坐江山，那么一个以暴力为核心的体制，就被迫的转向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商、尊重为核心关系的这么一个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正在转型之中，或者权力越蛮横越腐败，掠夺率越高，限制越多，这自由的天花板越低，经济就越萧条，大家就越不干，越躺平，越逃亡。农民就是种地的哈，他要不干了，他要躺平了，比如他要逃亡了，他要当流民了，他不能背着土地跑，逃亡是非常困难，这鸟是飞不走的，关在这笼子里，定在这个地方。那个资本呢，这个鸟它就比较容易飞。老百姓的逃亡能力决定了你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你的统治结构，你能不能欺负人，能不能压迫人。那现在中国出现了，它的主体已经不是农民了，是工商集团、民营企业。你欺负他吗？你欺负他，他不干活，不干活，然后呢，税收没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聊这个关控经济的第3个定律，其实就是最核心的这个顶残定律了，是吧？您具体再讲一下吧，给我们拎一拎，这个现在就可以到一个总结的一个点上了。对，这个刚才说的关控经济第1定律和第2定律都是描述官家集团的行为。第1定律公开的法规出来了，第2定律描绘的是私下的规则出来了但是出来的都是法规描述了他们制定的那些东西，而这些行为、这些法规就是生产集团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真实处境，他们有多大的空间，有多大的自由的天花板有多高，这就决定了经济的兴衰。如果我天花板很低，我都直不起腰来，你就别想好好干活了像刚才说的张慧英的那个例子，你戳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活饿着；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活饿着。这就是那个政治决定经济，因为这一套法规、这一套行为，官家的行为，决定了经济的兴衰。我们看自然的结论就是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决定经济，这就是关控经济第3定律。这个跟这个唯物史观说的经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反的呢是政治决定。政治决定经济兴衰，我们论证一下先从新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这大一统武力可以压制战乱提供和平，维护经济发展和繁荣所需要的和平的自由的环境，所以这个财富创造的空间、自由空间在这个和平环境中就比较大，不会受到那个毛贼土匪的到处四面这个侵犯，军阀呀到处来掠夺，这个空间稳定了，比较大而且让那个各种生产要素，不管是劳动投资那个出租土地他们都是你付出的越多，你回报越多，这保障也比较可靠不会刚回来一点就让人给打劫抢走了，绑票给勒索走了，这时候所创造的财富就多。所以这个从兴的角度来说，大一统武力可能创造出比较多的财富。再从衰的角度来说，这个政治或者权力越蛮横越腐败，掠夺率越高，限制越多，这自由的天花板越低，经济就越萧条，大家就越不干，越躺平，越逃亡这个暴力虽然不能够创造繁荣、经济繁荣和经济发展，它不能创造，它能维护这么一个繁荣发展的条件，但不能直接创造。但是他如果想毁灭这种繁荣，限制这个发展很容易，这不许那个几个不许下来，你就什么也干不成这就是那个政治决定了经济的兴，也决定了经济的衰
亚当·斯密在说到中国的时候啊，他就看到比如说什么文景武治啊、康乾盛世，他就说中国数百年的这个富裕和繁荣啊，那个达到了这个就中国的这个的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顶点啊，他就这么解释中国为什么有上百年的繁荣和富裕，那为什么又到那儿就上不去了，就定在这儿，他就觉得法律和制度允许的有一个顶点，就是有一种制度大顶。就在我看来哈，我理解这种亚当·斯密心目中的那种顶点，这种制度的大顶、制度的天花板，就是有关控经济的第一和第二定律，就是我们这个官方规定的利益最大化鸟笼的这个制度，还有这个鸟笼变形潜规则的这个制度形成的这个自由天花板的高度那个决定的。这就是这个我就可以用关控经济第一和第二定律来解释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又能繁荣又到那儿就动不了的这么一个观点，这么一个看法。就这种东西我就称为第三定律，就顺着这个官家集团压低制度大顶、压低这个那个自由天花板的这个思路，这个比喻来说这个定律就叫顶残定律。明白了，明白了。您其实完整的描述了从秦汉以来的这种中国的实际的政治决定经济的状态。有一点其实就是为什么现在民间经常说，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有的人说是苦难的中国人，有的时候苦难的民族哈，那个很多很多民族，但就说中国人的概念吧。其实您看，只要给一些空间，官家稍微松一松，就民间老百姓会发动所有的创造力能力过好日子，一旦富了就紧了。可是您刚才说到就是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那么如果中国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一个这种官家集团利益最大化、代理人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完全是政治的手、权力的手在决定，然后才有经济的发展。那这样一个这么有限的空间下，我替中国人感慨一句，中国人其实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日子过好，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经济搞起来。所以像这民企什么的，包括前些年就改革开放，中国稍微大家这个民间市场有一些空间，就能产生巨大的创造力、巨大的财富、巨大的生产力，也映照了刚才这个亚当·斯密这句话。所以有很多人在反思这个预期和这个路径改变，就认为经济发展一定会自然的让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走向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种预期是错的，就大家现在已经有这个结论了，是错的。但您在前面咱们的结论里讲过已经，因为它整个中国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本。刚才然后我们专门讲到了所有制产权问题，不能用西方的那种产权的定义，那种 law 的那种定义来定义中国的这个土地所有制。你已经很系统的播到这儿了。刚才说的那个中国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没错，但是中国确实出现了资产阶级，你尽管打折之后也是资产阶级。这个差别在哪儿呢？那个就是农民就是种地的哈，他要不干了，他要躺平了，比如他要逃亡了，他要当流民了，他不能背着土地跑，是吧？他逃亡是非常困难，这鸟是飞不走的，关在这笼子里，定在这个地方。那个资本呢，这个鸟它就比较容易飞，它的资本比较容易转移另外他躺平了，比如说农民躺平了，地里没庄稼了，地里没庄稼，比如海瑞的说法，你要是不交国税，你要是荒了，我可把你地收了啊。海瑞在那个淳安当县长的时候就说过这话。那个资本我不投资了，我没机会了。资本是可以转移的，可以走的。那就它不仅可以转移，它还更容易躺平。我赔钱了，我不干了，
我收摊了，我不投资了。这个资本啊，或者是资本家呀，跟农民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会带来什么结果？比如说比如匈奴哈，匈奴他们那个是牧民，一个个的游牧群体哈那个3、5家，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就赶着马走，赶着羊走。那个你找到他们，得高一层的人去找，再高一层的去找，就是他一旦比如你要收他的税，他或者是征他的兵，他不喜欢了，他一夜之间几十里出，收了帐篷就走了。对，没法征税。所以你别看匈奴那么牛，他是没法征税，就是他没法欺负人。你欺负我了，我跑了，你要是来追我，来的多了，你犯不上，你找不着；来的少了，我把他给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征税是没法征的。那这怎么办呢？匈奴帝国怎么活呀？到秋天了，咱们连那么几万人去到汉朝去抢他东西，你想让我不抢吗？给我东西啊！给岁币啊！你定期的给我钱，我就用这个给我的这个什么丝绸、绫罗绸缎给我的这个粮食钱，我就能养活我们的这个帝国的这个成员。就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向汉朝征税，而不是向那个自己的老百姓征税。意思是什么呢？老百姓的逃亡能力决定了你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你的统治结构，你能不能欺负人，能不能压迫人。那现在中国出现了，它的主体已经不是农民了，是工商集团、民营企业。你欺负他吗？你欺负他，他不干活，不干活，然后呢，税收没了，失业你还得去对付，要不然这天下大乱呢。那消费也降下来了，怎么办？就得说，哎呀，那个投资，我给你开放新的空间啊，保证你不偷，我们不抢你的。保证产权安全，就得不断的商量，要得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不能用强迫的手段。你强迫手段就像那鸟似的，10只鸟，梆一枪打下来1只，剩下的9只都飞了，再没了。那个农民可以打下1只，那几只都定在那儿，定在地里不能跑，这个不行，你不能杀鸡吓猴，杀鸡这猴跑了就没法办了。那样一来，这个政治体制就不能以强制为主导，要协商要给人的好处，调动人的积极性，不能够拿枪堵着逼出那个积极性来。那调动积极性，这就是一个协商体制。这个协商的契约体制就是这个社会结构决定的。原来的农民变成了资本主导，农民主导。那一旦这个社会结构变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结构之下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也得变，就变成强制，牛不喝水我可以强摁头，变成我得商量着办，得调动你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啊！这种结构就注定了强制命令的手段作用有限，不能持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要跟人商量，要尊重人家的那个各种愿望，要不然人家跑了。尤其是连钱都没有，就一个脑袋的智慧都装在这里的那些人，那一转身不就走了吗？一走了你就损失惨重啊！那上千个钱学森你就丢了吗？你就不要了吗？那个不要了你就变弱，人家外边就很容易来欺负你，你更受气。你想受哪个气吧？你就得决定。那好，我们调动积极性，一个强制的体制。打天下坐江山，这么一个以暴力为核心的体制，就被迫的转向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商、尊重为核心关系的这么一个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正在转型之中，不是说没戏了，就是美国的那些推理完全失算了，可能打了好几个折，但是仍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是会未来发生重大作用。听懂了，完全听懂了。所以也能解释现在为什么一个是，前几年对这些私人企业说了伤透了心哈，有很多这个话，现在后来往回收，还在鼓励这种投资。
办企业的积极性，第二就是用各种手段在堵资本外流嘛，不管是从外汇转出，还是这个鼓励外来资本、境外资本再回来再投资，各种优惠政策，这我们就能看见，就您说的这个 U 型在进行中，是吧？